Hello，大家好，我是崔面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尼泊尔高僧看到未来的预言。尼泊尔高僧就说他看到了来自于东方的强大能量正在崛起，他还看到了巨大的变革和觉醒的灵魂。他说，修行的人时机已经到了意识与飞跃的开始。未来新的时代呢，是科技与灵性的结合，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这就是他所看见的未来。众所周知呢，尼泊尔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呢，这是一个佛教国度。大约2500年前呢，如今的尼泊尔的南部的兰匹尼地区呢，曾经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一部分。而释迦牟尼佛呢，曾经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子。那释迦牟尼佛原名叫悉达多乔达摩，是生活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他原本呢，在王宫里过着舒适奢华的生活，远离忧虑。他从未考虑过人生呢，最终会遇到生老病死的问题。根据18律颂的记载呢，佛陀出生之前，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做了4个吉祥的梦。第一个是梦见了一头6牙白象进入她的子宫；第二是梦见自己能够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第三是梦见自己登上了高山；第四是梦见许多人恭敬地向他顶礼膜拜，围绕着他。摩耶夫人呢，就将这些梦告诉了佛陀的父亲净饭王，而国王呢，就召集了相师婆罗门来解梦。他们最终呢，得出结论，就是国王夫人呢，必将生下一个儿子，他将具备32大丈夫相。如果他继承王位的话呢，将会成为一个轮转圣王，统治世界。如果他出家修行的话，将获得法王之位，名扬十方，成为众生之父。这就预言了他未来可以选择的修行之路。由于父亲的保护呢，希望他继承王位因此这个悉达多生下来呢，就与世间的苦难开始隔绝。父亲就为王子建造了3座豪华的宫殿，配备了最好的娱乐和侍从，确保他从小到大呢，看不到任何的痛苦、疾病、死亡的迹象。于是这个悉达多在极度的奢华和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在他年龄到约16岁的时候呢，于是就娶了美丽的表妹耶伦陀罗为妻，并育有一子名叫罗侯罗。到了29岁的时候悉达多王子呢，就享有荣华富贵，但是内心深处呢，却始终感到困惑和不安。于是他的人生转折点呢，就发生在了他几次偷偷溜出宫的经历了，也就是著名的4门游观。当他第一次出宫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了很多衰老的人；第二次出宫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病人正在痛苦中挣扎；当他第3次出宫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尸体，体会到了死亡无可避免；当他第4次出宫游玩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出家的沙门。但是这位沙门呢，态度平静，威仪庄严，似乎找到了超越世间痛苦的方法。这些景象呢，就深深地震撼了悉达多，而使得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皆苦，也就是生老病死的，就意识到了物质的享受是无法带来永恒的平静的。于是在他29岁那年的夜里呢，他决心抛弃世俗的一切，包括王位、妻子、儿子，然后呢，他剃度出家，寻求解脱生死的真理。悉达多先是拜访了著名的瑜伽行者学习禅定，但是发现这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痛苦。他转而就开始了严酷的苦行，与其他5位修行者呢，一同在森林里极度克制食欲，只吃少量的食物，甚至每天呢，到最后只吃1粒米。这种修行他持续了6年，但是这种极度痛苦而使他身体极度虚弱的，最后到濒临死亡的那种地步。但是他意识到呢，肉体的折磨并不能够带来心灵的解脱于是他就接受了一位牧羊女供养的食物恢复了体力，并决定放弃极端的苦行和极端的享乐，而采取中庸之道。随后他就来到了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禅定。他就发誓呢，不证得正觉呢，绝不起坐。最终呢，在深入禅定降服了心魔之后呢，于第49天的黎明时分呢，他彻底觉悟，获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了佛陀，也就是觉悟者。那年呢，他35岁。那佛陀随后呢，就前往了鹿野苑向其他与他一起苦行的5位同伴呢，讲述了他所证悟的4圣谛和8正道。这也就是他第一次传法。那在接下来的45年呢，佛陀就游走于古印度恒河流域向不同阶层的人们传播佛法，建立了佛教僧团。到了80岁的时候呢，佛陀在梭罗双树下呢，安详地进入了涅槃，结束了他教化众生的一生。而释迦牟尼走后呢，留下了3个末法时代的预言。他说分别是3个阶段。第一个是正法时期，也就是佛教的精神、教法和修行都能够保持完整，众生依教而修行，证悟果位者众多。而佛陀说他涅槃500年之后呢，会进入相法时期。那个时候的佛法、教法和仪式呢，仍然存在，
但是修行证悟果位的人就开始减少，人们更专注于建造寺庙、佛像等外在的形式。而相法时期结束的10000年以后呢，也就是最后末法时期的到来。他说那个时候呢，佛法已经严重衰微了，佛教虽存呢，但是人们不信、不修也不正了，社会道德败坏，天灾人祸频发，法脉呢濒临断绝。那最后呢，是弥勒菩萨呢将兜率天呢降生于世，一切重新开始。于是人类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的人类呢寿命极长，约84000岁，而社会呢也极度的清净、富足和和平。这就是释迦牟尼临走之前留下的预言。尽管尼泊尔是一个由特定政党领导的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着许多修行者的佛教国度。其中有一位87岁的高僧呢，名叫贾玛仁波切。他最近呢就透露了自己通过神通所看到的未来景象。那在加德满都谷地呢，有一个名为德瓦寺的千年古寺，寺中呢是供奉着印度佛陀真身舍利，因此呢这里的香火极其旺盛，灵气很强。而这位87岁的贾玛仁波切呢，5岁出家，在那里修行了几十年。据说40多年前呢，他在一次闭关期间呢，获得了一种神通，就像我们以前俗称的宿命通它是可以知晓过去的一种智慧，使得他呢就能够看到了过去和未来，仿佛呢跟那些通灵者很像。那作为修行者呢，他通常保持低调，不愿意分享他从神通而获得的那种信息。然而大约2个月之前呢，他一反常态就开始向人们讲述他在深度禅定之中所看到的景象。这在佛教界呢，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吸引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信众呢前来求证和询问详情。于是有一天呢，就来了3位访客呢，来到他的禅房。第一位呢是丹增，一位来自于不丹的28岁年轻喇嘛，在佛教学院呢担任讲师。他就利用新媒体等现代科技呢传播佛法。那第二位呢叫维克拉玛，是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大学教授，他是研究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并写了很多书籍。第三位呢是洛桑，一位来自于西藏的苦行僧，已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云游15年之久。尽管87岁的高龄，这个贾玛仁波切看起来依然精神很好，讲述这些内容的时候目光炯炯有神。这个丹增首先就请求这位尊者分享他的见闻。于是这个老僧呢就望了一眼窗外的天空慢慢的就说道他说这些事我不只看到了一次了。从3个月前开始呢，每当我深入禅定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一种景象越来越清晰，像是在传递某个重要信息给我。而维克拉玛立刻就问到底是什么景象？于是高僧闭上眼睛回忆着他所看到的景象。高僧说，第一次呢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在禅定之中呢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东方袭来，充满生机。那顺着这股能量呢，我就看到了一片土地上呢是有无数的光点在闪烁，像是星星点点一样，却带着生命的气息。它们聚集移动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东方。那洛桑紧接着问光点代表什么呢？高僧就解释说每一个光点呢代表着一个觉醒的心，一个寻求真理的灵魂。它们的聚集呢就预示一场巨大的变革，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从内心深处开始转变。丹增立刻忍不住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呢？高僧就回答说因为时机已到。他称多年的修行呢让他学会了听从因缘的指引。这次的景象呢，他说特别的强烈，像是一个信号。他就认为现在的世界呢正处在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之中，人们需要希望和方向。而维克拉玛就提到呢，这让他想起了佛经中所提到的末法末劫的时代。于是呢，高僧点头并表示赞同。他继续说到我看到的改变不仅仅是表象的，而是人类意识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而那片东方的土地呢，将会成为这次飞跃的起点，就像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而带来的智慧之光一样重大。而这次的光呢，将是科技与灵性的结合。那洛桑就问道，这会带来什么变化呢？老僧回答说，科技与灵性的结合呢，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是古代智慧和现代文明的对话。这些呢，仅仅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的方式呢，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未来呢，一颗明珠呢，将会在东方升起。它们的发展模式呢，就是科技与灵性的结合，是比佛陀觉醒更深远的一个未来。而这位高僧紧接着分享了他的核心信息。他说，我不希望大家只关注这些预言，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变化背后的意义，以
以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什么。而高僧沉思了一会儿后呢，就告诉他的访客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看到的最核心的东西在东方的那片土地上，一个超乎想象的未来呢正在形成。而这个未来不仅能够改变那片土地，还将影响整个人类的进程。它的意义呢，甚至比当年佛陀的觉醒还要深远。而这位高僧的预言呢，就与传统佛教中所说的东方圣者的那个故事相呼应。传说东方圣人呢，即将引领人类回归正道，开创一个全新的纪元，是不是又对上了？那据传说呢，东方圣人出现的时候会盛开幽云婆罗花。据说这种花呢，3000年才开一次。他说我们现在的世界呢，已经看到了许多这种花的盛开了。最早呢是在2005年，韩国庆州的一个寺院的佛像上面居然发现了10朵。而当时寺院里的一位僧人告诉大家说，人们必须从精神界去理解这个婆罗花的象征的意义以及内涵。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正在发生着改变。这些变化呢，就像是一些看不见的粉末呢从天上洒下，而每个接触的面呢变化都不一样，但变化呢确实在发生。就像宇哥最近看到贡献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少，而整个社会呢不再倡导个体为集体生命式的那种贡献。现代社会更强调的是个体独立和自我的价值实现。所有的人开始分层，同一年龄层中呢，即使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单位，人们的关注点也会非常的不同。这就是信息多元呢，让更多的关注点不同而更加的分散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现实中交友呢，就会变得比以前更难。人和人呢，更多的是一种共存共生的一种状态。人们因为喜好很快呢会找到同类，又因为不同的目标呢很快会分开。这个过程呢会变得很快，长久的友谊呢就更为难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拥有，而现在的说教呢都被无视。只要是你在说教别人，甚至根本没有人去分对和错，大家就会说你爹味儿太重，翻白眼转身离去了。唯有科技和精神的结合才能够触动现在的人类。这是不是也印证了高僧的预言呢？总而言之呢，这位尼泊尔的高僧就预见了人类即将在东方的带动下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意识与精神的觉醒，最终呢开创一个融合科技与灵性智慧的崭新纪元。我个人是相信这个预言所说的那个发展方向的。我也坚信呢，未来一定是科技与灵性智慧相结合的一个时代。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